一台便宜的二手迷你小主机，一台有 128G 内存的 Max Plus 395，他们一起合作。我们使用本地的 LM Studio， 不但可以运行腾讯的 HYMT 1.5 1.8B 小模型来处理多个视频流的实时翻译请求，还能同时使用千问 Code Next 模型给 OpenClaw 作为本地大模型接入，来运行资料抓取、分析和文本撰写的工作。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绍我用便宜的迷你主机连接本地大模型遇到的各种麻烦和解决方法。这台森格森特 M75N 3500U 小主机是我在海鲜市场680元买回来的，我们已经对它有详细的评测。同时吉摩克的这台 EVO X2 它有 128GB 板载高频内存，还有 40CU 的 Radeon 8060S 核显，是本地大模型部署的利器。我们在 M75N 上跑 OpenClaw， 访问同在一个局域网内的 EVO X2 运行的 LM Studio 提供的本地大模型推理服务。实际上我所理解的 OpenClaw 就是利用社交软件或者说聊天工具来指挥和操控一台具有 AI 能力的电脑去执行相应的连续性任务。关键之处是你用自然语言和它沟通并且下达指令，如果不用自然语言，不用聊天软件，我就觉得 OpenClaw 完全没有实际意义。不知道和大家的理解是不是一样的？下面就讲讲我们使用 OpenClaw 遇到的各种问题和解决办法。一、为什么选择 Windows 迷你主机？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坑是，为什么不用网上大多数人推荐的 Mac mini？ 好吧，我除了有一台 M4 Mac mini 之外，也有一台15寸的 M2 MacBook Air， 用它们之一来跑是没有问题的。其次就是我的 X86 小主机实在是太多了，随便就能抽出一台来独立的跑 OpenClaw。 我们这些小主机便宜啊，几百元， Mac mini Apple Silicon 小主机至少大几千吧。 M75N 是我很喜欢的迷你主机，用来跑 OpenClaw 我觉得是物尽其用。二、安装和启动。我在这种低端小主机上安装 OpenClaw 遇到的最大的坑是，千万不要用 Windows 10啊，一定要升级到 Windows 11，然后还一定要用 WSL 来安装。满足这两点之后，你安装好的 OpenClaw 运行在乌班图 24.04 上出问题的几率很小。这小主机我没有接显示器，启动后通过远程桌面连接它进行监控，实际上它相当稳定。我是指这台 Windows 的数主机，如果你把更新暂时关闭之后， Windows 不会来打扰你，要求重启啥的。好在有远程桌面能够做到完全控制这台小主机。当你第一次启动到桌面，你可以打开 WSL， 这是 Linux 的命令窗口。等上一会儿，在浏览器里 OpenClaw 界面里就能看到已经连接上了。第三，备份。到这里我请求你一定要打开文件管理窗口，选择 Linux 图标，然后我们一路进到这里。实际上这就是 OpenClaw 在乌班图 24.04 里的主文件夹，关注这个 OpenClaw.json 文件，这几乎是我们最重要的配置文件，你必须随时备份它。每次不管是你手动修改它，或者是 OpenClaw 自己修改它，造成你的网关错误，导致你连接失败，或者 Telegram 连接出错，你都可以回滚这个文件，达到恢复上一次网关的正常状态。你看我就经常备份它，因为这个配置文件真的任何错误的修改都会导致网关瘫痪，这是 OpenClaw 配置过程的重中之重。第四，大模型。大模型实际上就是 OpenClaw 的大脑，如果没有配置大模型，你是无法通过自然语言指挥 OpenClaw 的。所以安装中的或者基本配置安装好之后，我们要第一时间配置大模型。这里我们必须说真话的是，
无论如何，你应该有一个网络上排名靠前的大模型作为你的主力模型，不管是国外的御三家，还是咱们 K-ME 的 K2.5、Minimax 的 M2.5、质朴的5.0。因为有了它们，你可以用自然语言指挥 OpenClaw 干活，去配置、设置 OpenClaw， 而不是什么都要你自己用手动来配置。设置好一个网上大模型之后，你可以用自然语言通过它添加本地模型。第5，社交软件，我最后选择了 Telegram 作为我的指挥沟通 OpenClaw 的聊天软件。在这里很重要的就是设置群组，在群组里设置 topic， 也就是话题。你可以通过话题来细分你和大模型之间的功能性沟通，这样你每次需要上传的提示词就会大大减少。实际上，每一个 topic 都有一个 256K 的独立上下文。通过 topic 的细分之后，我的每一个聊天窗口就不会把我和大模型交流形成的所有上下文去上传，那样就太恐怖了。第6，添加本地模型。我是这样操作的，给它一个我运行的 LM Studio 主机地址，让它去抓取你所需要的大模型的名字，让它自己添加到 JSON 文件中去。你可以设置限制，比如我的限制是告诉它，千问 CodeLext 不能作为首要模型，也不能作为回滚模型，只需要添加到 Provider 列表里，以供我们调用。这样我们在本地局域网里的特定主机上使用 LM Studio 共享的大模型，就可以添加到列表上。然后我自己在需要的群组 topic 里使用-models， 可以很自由的给这个 topic 设定背后的大模型。第7，不得不修改的 JSON 文件。实际上我是真不愿意手动修改 JSON 文件，我遇到了这么2种情况，你必须在 JSON 文件里做这样的修改。前面这句是让所有 topic 的 active-watching 一直都处于 always 状态，否则隔上一天它就自动退回到 mention， 你就必须加上 at 你的机器人才能指挥它了。其次是你添加了2个以上的本地大模型，安全级别提高了，你的机器人在群组里的权限就掉了，就没有了，任何回话都报错。这个时候你必须在这里把机器人的用户 ID 加上，这是经过很多人的折磨才搞到的经验之谈。第8，启动本地模型的一个重要设置。在运行千问3 CodeLext 作为本地模型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非常恼火的 bug， 就是我们在做比较大的任务时候，可能上下完提示词比较长，你上传提示词的时候超过300秒就会出现上传错误，它试做2次出错就停摆了，然后给你报一个错。我想到了一个临时解决方法，就是设置 K&V cache 的精度，正常的时候它一般是 F16， 按这个进度我们上传的提示词的速度就会比较慢，把它们都改为 Q8， 上传速度大大加快了，再也不会出现超过300秒出错的情况了。F16 降为 Q8， 对输出的质量和性能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第9，本地模型的能力。我们也认识到本地模型的能力和网上大模型的能力是有差别的。我在使用的网络模型是 K-ME Coding Plan K2P5， 用它输出的最新的 Apple MacBook Pro、M5 Pro 和 M5 Max 的详细介绍文档，相比千问 CodeLext 制作的文档，质量要高，错误也要少，这是模型的质量决定的。所以本地模型一般不会委以重任，只是用来减少网络 token 的消耗。第10， X86 跑 OpenClaw 的语音功能。最早我看人安利 M4 Mac mini 跑 OpenClaw， 有一条就是它能很方便的进行语音转换， ASR 语音自动识别文字，还有 TTR 文字转换回语音。我原以为在 Windows 下布置很复杂很麻烦，但没有想到我只是给 OpenClaw 下了一条指令，它就自动帮我安装好了 EDGE 的 TTS，
这样我每天早上固定的文字通报，它就自动帮我转换好语音逐字稿，我只需要按一下播放就可以了，效果很不错。机器人脸今日 AI 热点 24H 2026年3月6日星期五。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3月6日星期五，欢迎收听今日 AI 热点早报。大模型与算法。第一条 ，OpenAI 年收入突破250亿美元，较2025年翻倍增长 ，ChatGPT 用户数持续攀升。据 The Information 报道，OpenAI 截至上月底的年化收入已超过250亿美元。机器人脸今日 AI 热点 24H 报纸今日国际热点2026年3月6日星期五。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3月6日星期五，欢迎收听今日国际热点早报。中东局势。第一条，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美以联合军事打击中遇害，伊朗方面3月1日证实消息。第二条，真主党为报复哈梅内伊遇害，3月2日向以色列。显微镜今日科技热点科技。第七条，卡特彼勒在 ConExpo-Con X 2026展示先进工地技术，扩展 AI 和自主能力。第八条，全球科技竞赛加速，从 AI 基础设施、半导体战略到网络安全威胁。这样我就很简单的解决了语音问题，使用 Mac Mini 作为 OpenClaw 数组机的理由又少了一个。总结一下， OpenClaw 确实能够让你使用自然语言，通过聊天软件操作你的电脑执行连续动作，不管是编程、写作、查资料、制作文档和 PPT， 但是它还是没有智能化、精细化，达到自动运行帮我赚钱的地步，甚至辅助我现在的工作功效也不大。它还只是一个辅助工具，不是能送你去远方的交通工具。但是呢， AI 的进化是一日千里的，我相信不论是网络大模型还是本地部署的开源大模型，都能通过不停的升级给我们更好的体验。而 OpenClaw 这样的开源工具，通过社区的每日迭代，会让我们部署它的迷你电脑具有更多更新的功能。好了，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